这个一个是我的发动机的空气滤芯，还有一个是空调滤芯。那为了便宜一点，我是等了大概半个多月的时间，从石家庄寄过来的。那这两个滤芯经常会被搞混，因为它都会被称之为空气或者空滤，因为它都是跟这个外面的空气进到车里面有关，它都是去过滤车外的空气进到车里的一个过滤的滤芯。那只不过呢，一个是过滤给发动机用的，一个是过滤给人用的。像我这个呢，就是发动机的空气滤芯，它的作用是把空气先过滤一下，然后再进入到发动机里面，供发动机里面的燃料来燃烧。那这个呢是空调滤芯，它是车外的这个空气进入到车内，不管你是经过加热也好，还是经过制冷也好，那么都会经过一套滤芯。所以这两套滤芯呢，它是成套卖的，那我也就都买了。虽然省了点钱啊，但是等的时间确实太久了，因为我发现我这个车的滤芯已经脏到不行了。所以今天我打算先换一个发动机的空气滤芯，然后等过2天我找时间再去换这个空调滤芯。那如果要换这个呢，其实工具很简单，只要一个机轮扳手就可以了。我不知道我猜测的这个头对不对啊，但是一般来讲你需要一个这个延长杆，这样才可以够得着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发动机打开。好，简单看一下发动机的机舱。那当然最硕大的这个就是发动机本体了。我之前对它的里面跟盖子都做了一下清洁，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是不错的。这上面这是一个盖子，是可以轻松的拿掉的。这边就是注这个发动机的机油跟油尺，检查油位的油尺。那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一部分我还没有清洁，所以它还是很脏的。这个你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电池，然后这边呢应该是就是保险丝。怎么判断哪一个是发动机的滤芯舱呢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你肯定能先找到发动机在哪里，对吧？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连接到发动机上的这些管子，你去找最粗的一个。可能你觉得这个是最粗的，其实它是绕到里面绕了一圈绕过来的，其实最粗的是这个，是这个管子，然后吸收空气进入到发动机里面来的。所以连接发动机最粗的那个管子的另外一个大方块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发动机空气滤芯了。那发动机的空气滤芯有圆的有扁的，那我的这个车呢是圆的。那如果想把它更换呢，需要把这个盖子打开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这样的螺丝，把它全都拆开打开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进行操作，就是如果你拆发动机的这个空气滤的盖子，一定要用到这种延长的机轮扳手的一个延长键，否则的话你只把它这样放上的话，像有些地方像这个里面你就塞不进去。这样我就放到这儿。这个螺丝比较好拧，不用拧很多，你大概觉得拧松了就把它往外抬一抬，只要能打得开就可以了。发现哪一个还没有松，就再把它手动的松一松，这样就好了。那这个盖子就打开了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滤芯的本体。我上次说我之前打开过，这个滤芯已经相当的脏了，我就不再演示了。但是这边教一个方法，就是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滤芯到底该不该换，或者说它的质量好不好。你看我现在这个上次我已经拿出来磕过了，在地上摔了摔，但是也已经脏成这样了。
检查滤芯好不好，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你看一下这个，像我这个车子，它的这边这个舱是滤芯之外的空气，那么被这个圆圈过滤之后，它是过滤到那个圆圈中间去，然后进入到这个管子里面。所以你检查的时候，你只要看这个管子里面脏不脏，管子里面看一下脏不脏，比我想象的好很多。那即使是好很多，我既然打开了，也会把它擦一擦，而且关键的是要把这个外面这个舱清理一下。你看到里面有这个蜜蜂啊、苍蝇啊，都在这个里面。空气是从这里进来的，然后从这儿出去。我要把它擦一下，因为我这个是二手车啊，开了1年，在头大半年的时间里面，我也完全不会修车，所以说其实一些比较细节的部件啊，他们还是做不到的。他这个还是以销售为目的，觉得能卖得出去，让你觉得还不错就可以了。但是你自己会修车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有很多重要的东西，其实它能错过都帮你错过了。比如说像这个空气滤芯，其实你自己买非常便宜，根本没有花不了多少钱的。但是你如果在 4S 店去换的话，一个是它本身这个滤芯会非常的贵，卖的也比外面要贵很多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它的人工费也很贵，而且它如果给你换的话，你除了去排队不说，你看这个虫子，除了去排队不说，你浪费的时间不说，他给你换滤芯，像这种东西，他十有八九是不会给你去清洁掉的。就是你换了10次滤芯吧，它的这个该死的虫子尸体在里面，那个虫子尸体它还是会在里面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石家庄寄过来的新的滤芯。那装的时候要注意哈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因为它运输的时候是磕到了还是怎么样，就是这个带孔的是里面对着发动机的，这边呢是外面，然后呢这外面的一圈里面，它这里会有一个小的凸起，但是这个已经不明显了。注意这个小的凸起一定要装在这个地方，要把它对齐，它不能转的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检查一下滤芯的那个边缘一定要正确的卡在这个卡槽里面。我觉得我买的这个最便宜的滤芯好像比我刚换下来那个质量还要好，手感上来讲。好，我刚才就好好的把这个盖子也擦了擦，里面也擦了擦，外面也擦了擦，但擦的都不是怎么好。但是没关系，盖上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注意，让这个滤芯的凹槽要卡进去，盖子的每一个边缘都要跟下面要卡住。像这样每次擦一擦，其实你到最后的灰尘其实就不是很多，一直的车呢就会比较干净。